五一和妻子回娘家进门，满桌饭菜，却唯独没我的位置。我转头就走，直接拉黑妻子全家，顺带撤掉了给小舅子安排的年薪50万工作。第二天，岳母哭都哭不出来。推开岳母家门的时候，客厅欢声笑语。我手里提着2瓶飞天和一套海蓝之名，都是下午刚从专柜买的。岳父苏建国爱喝酒，岳母周美兰爱保养。结婚3年来，他们的喜好我记得清清楚楚。萧然来了，快坐快坐，马上开饭。客厅里挤满了人，岳父苏建国，岳母周美兰，小舅子苏浩和他新婚3个月的妻子陈瑶，木叶的2个姨，两家子6口人，加上蹦蹦跳跳的孩子们，热热闹闹足有15、16号人。把东西放下吧，马上吃饭了。餐桌是那种能坐12人的大圆桌，此刻已经摆得满满当当，清蒸石斑摆在正中央，鲍鱼扣鹅掌围着它转了一圈，旁边是油焖大虾、梅菜扣肉、白切鸡，全都是硬菜。我正要把茅台放到酒柜，却突然发现桌上的红木椅子全都坐满了人。苏建国、周美兰坐主位，苏浩和陈瑶紧挨着，2个姨家各自站了一边，孩子们被大人抱着。只有桌角靠近厨房门的位置放着一张白色塑料凳，很矮，比所有椅子都矮一截，凳面还沾着些面粉，像是刚从厨房拖出来的。萧然，坐那儿吧，今晚人多，椅子不够了，你年轻，凑合坐一下。满桌人的说笑声顿了顿，目光齐刷刷楼向我。姐夫快坐，站着干什么？木叶已经在他妈身边的位置坐下，正给姨妈倒饮料。他那个位置原本是我的，去年5一我就坐那儿，岳芳亲自给我倒酒，说女婿半个儿。我站在原地，手里的茅台突然变得沉甸甸的。2个月前，苏浩跑到我公司楼下，苦着脸说他失业3个月了，媳妇儿天天跟他吵，求我给他找个工作。我托关系找合伙人，硬是在自己公司给他安排了个项目经理的位置，年薪50万。而他的简历连大专业都跟项目不对口。3天前，岳母打电话说家里冰箱坏了，我当天就下单了一台8000多的双开门。上周全副说想换手机，我买了最新款手机送过去。上个月表妹结婚，岳母让我包个2万红包，说是撑场面。塑料凳的白色在暖黄灯光下格外刺眼。妈，这凳子什么意思？你这孩子，这不都坐满了吗？大过节的别计较这些，快坐下吃，饭菜要凉了。就是，萧然都是自家人，随便坐嘛。我默默转头看向木叶。萧然先坐下吧，有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那笑容里满是催促与尴尬，藏着浓浓的心虚。我忽然想起进门的时候，苏浩5岁的儿子还在沙发上玩耍。马上要开饭，他母亲特意去翻找椅子，专门翻出一张儿童高脚椅给孩子坐。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没有备用椅子，只是觉得我不配坐正常的椅子。木叶，你过来一下。这个塑料凳，你提前知道吗？妈说椅子不够，你弟的儿子都有高脚椅，所以不是椅子不够，是没准备我的椅子，对吗？萧然，大过节的你别闹行不行？你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儿？小心眼，结婚3年，他第一次用这个词形容我。萧然，快过来吃饭了，一会儿菜凉了。满桌子的人都看着我们。苏浩的妻子陈瑶小声说了句什么，苏浩嗤笑一声，那笑声不大，但刚好能让我听见。我把外套从衣架上拿下来。你干什么？公司突然有点急事，你们先吃。你非要这样吗？我妈忙了一下午做这么多菜，你就因为一张凳子甩脸子？楼道里的冷风灌了进来，客厅里的热气被吹散了些。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大过节的有什么急事快回来。我没回头，电梯门关上了，刚坐进车里，手机就震动起来，是木叶的微信。你闹够了没有？我打了3个字，离婚吧，拉黑。接着打开通讯录，岳父苏建国，岳母周美兰，苏晨豪，2个姨和姨父，所有和木一家有关的号码一个一个拉黑，家庭群退出，微信好友删除。做完这一切，我启动车子，同时拨通了人事总监赵明的电话。肖总，赵明，苏浩明天不是要正式入职吗？理由就是发现简历造假，按合同规定，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录用，赔偿金照付，今天之内办完所有手续。可是肖总，那是您小舅子。他已经不是我小舅子了，按我说的做。如果有人问，就说是我亲自决定。挂断电话时，车子已经驶出小区，后视镜里那栋熟悉的居民楼灯火通明，每扇窗户都在上演团聚的戏码。我随便在便利店买了一桶泡面，然后端着泡面坐在落地窗前。这套公寓是我婚前买的，78平方米。木叶结婚后说，等我弟结婚了，就把爸妈的老房子卖了，换个大平层一起住。我当时居然没听出问题。什么叫一起住？手机屏幕不断亮起，陌生号码一个接一个。萧然开了勿扰模式，继续吃着泡面。吃到一半，门铃响了。萧然打开门，门外站着木叶，穿着那件居家服，头发有些乱，眼眶微红。萧然，你跟我闹够了没有？全家人都在等你回去吃饭。我已经吃过了。你在吃泡面？萧然，你至于吗？就因为一张凳子，
你跑到这里来吃泡面，你让全家人怎么看？全家人？哪个全家人？那个围着陈启平敬酒的全家人，还是那个让我坐塑料凳的全家人？你弟的儿子有儿童高脚椅，我连一把正常的椅子都没有。你觉得这是巧合吗？我妈说椅子不够，你信吗？你不信，你只是不想承认。萧然，你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行，那我就小心眼到底。姐夫，你什么意思啊？我明天不是要去盛远入职吗？你怎么突然说不要我了？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行不行？你永远不知道，你嘴里的大人有大量，是多少人跪着求来的机会。第二天一早，我去盛远集团总部开例会，路过走廊时，听到会议室里有人在说话。木叶，陈启明今天来就是专门让你看看的，人家身家过亿，对你还有意思。你跟萧然那个窝囊废过什么日子？妈，你说什么呢？萧然是我老公，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看人家陈启明开保时捷，带百达翡丽，再看看你那个萧然，一个月挣了点钱，连个好点的车都买不起。萧然对我挺好的，好有什么用？好能当饭吃吗？妈是为你好，你趁年轻赶紧做个选择。陈启明说了，只要你点头，他立刻跟你离婚，然后娶你。到时候你住别墅开豪车，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妈，你让我想想。有什么好想的？这种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你以为萧然能给你什么？一套小公寓，一辆破车？你看看你弟，跟着萧然混了3个月，不还是个打工的？我站在门外听了整整3分钟，原来不是一张凳子的事，从头到尾他们都在替我安排退场。3年都换不来一句维护。肖总，苏浩的事办完了，他的工位已经清空，门禁卡已注销，赔偿金47000已经打到他账上。他什么反应？他当时就懵了，在前台大吵大闹，说要去劳动局告我们，前台小姑娘都吓哭了。让他去告，合同条款写得清清楚楚，简历造假公司有权随时解除。还有一件事，苏浩在职期间报销了47万的费用，我让财务核查了一下，其中有12万的发票是假的。报金针。肖总，那可是您前小舅子。他已经不是我小舅子了，47万虚开发票加上12万假发票，够他做2年的。明白了。3年，173万，一张塑料凳。心狠手辣，你花着我给你的年薪，用着我给你买的房子，抱着假发票，然后说我心狠手辣。这才是我该关心的事。下午，王秘书敲门进来。肖总，启明贸易那边有消息了，陈启明通过5家关联公司虚增交易额2300万，涉嫌合同诈骗。法务部已经在准备材料了。苏家那笔账呢？这3年，你以个人和公司名义为苏家支出的所有费用，苏浩的工资及奖金68万，苏建国的手机家电装修补贴14万，周美兰的护肤品衣服红包礼金9万，木叶个人账户转账每月2万，3年雇72万，加上各种零碎支出，总计173万6千。把清单复印一份寄到苏家，让他们知道这3年他们花的每一分钱是谁的。还有一件事儿，陈启明在5一前1周给周美兰转了5万块钱，备注是节日问候。另外，他还给苏浩转了3万，备注是创业支持。5万块就买到了主位旁边的椅子。还有更离谱的。陈启明那辆保时捷是租的，月租3万；百达翡丽是高仿的2000块。他租了一身行头，总共花了不到10万块，就让你们全家人把他当成了亿万富翁。10万块买到了全家的跪舔，而我3年花了173万，连一把椅子都没买到。第二天，苏家收到了一个快递，里面是一张密密麻麻的账单。从今天开始，萧然不再是那个坐在塑料凳上的人了。窗外是锦城的天际线，但我没有心情看风景。沈墨白敲门进来，脸上挂着笑：“萧总，听说您最近家里有些变故。”沈总消息挺灵通，锦城就这么大瞒不住。不过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八卦，董事会那边有些声音说您最近的状态可能影响公司运营。什么声音？有些董事觉得您应该暂时休息一段时间，让公司有人代为管理。毕竟离婚诉讼这种事儿对上市公司形象影响很大。你觉得呢？我只是副总裁，这种事儿轮不到我发表意见。不过肖总，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说。沈墨白走后，我盯着他的背影看了很久。他走路的姿势很自信，步伐稳健，像是一个已经胜券在握的人。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我拿起电话拨给韩东，他是大学时最好的兄弟，现在是最顶尖的商业律师。萧然，什么事儿？帮我查一个人，
沈墨白，盛远集团副总裁。我要他过去5年所有的关联交易记录，还有他跟哪些外部公司有资金往来。沈墨白，你怀疑他什么？直觉，他在我离婚这件事上太积极了，积极的不正常。而且他今天来我办公室，明面上是关心，暗地里是在试探我的底线。行，给我3天。2天。方俊，我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沈总放心，苏婉那边我已经接触过了，她现在又气又急，正是最好利用的时候。女人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最容易做决定。他肯高？肯。我给他算了一笔账，盛远集团市值200亿，萧然持有35%的股份。如果婚内财产重新分割，他至少能拿到几个亿。几个亿啊，沈总，这对任何一个普通女人来说都是天文数字。他信了？女人嘛，一旦觉得被欺骗了，什么理智都没了。而且我告诉他，律师费我们出，他1分钱都不用花，他只需要签个字，剩下的全交给我。律师费从鸿庸投资走，别跟我的账户有任何关联。沈总放心，我做这行10几年了，从来不会留下把柄，所有的资金都会经过至少3层壳公司流转，查不到源头。方俊，这件事必须办成。只要萧然的股份被稀释，我在董事会里的票数就够了，到时候总裁的位子就是我的。花几亿换一个总裁的位子，值不值？盛远集团每年的净利润超过20亿，你觉得值不值？科技与项目30亿的投资，如果在我手里，至少能从中捞5亿。值，太值了。沈总，您这盘棋下得可真大。棋大才值得下，小打小闹有什么意思173万，这不可能！萧然哪来这么多钱？苏浩的工资68万，木业每个月2万的转账，还有冰箱、手机、装修补贴，这些全都是萧然出的。你还记得3年前萧然第一次来家里吃饭吗？他提了2瓶茅台和1套护肤品，进门就喊爸喊妈。我当时还嫌他买的酒不够档次，当着他的面说了一句：“这酒也就那样。”他笑了笑，什么都没说。后来每次他来都是大包小包，冰箱坏了他说买就买，手机旧了他说换就换。3年了，他从来没让我们花过1分钱，逢年过节红包从来没少过。你生病住院，他跑前跑后；苏浩找工作，他托关系找人。而我呢，老头子你别说了，我当着外人的面说他没出息，我让他坐铁凳子，亲手把一个真心对我好的女婿赶走了，这是我们的报应。木叶，你还记得陈启明吗？记得。怎么了？他那个启明贸易破产了，涉嫌合同诈骗被经侦立案了。什么？他那个身家过亿全是假的，保时捷是租的，百达翡丽是高仿的，公司注资本是借的，他就是个骗子。西装也是租的，我妈的朋友在启明贸易上过班，说那公司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所以那天饭桌上，我妈让一个骗子做主位，让我老公坐铁凳。萧然那天一定觉得特别可笑吧？一个亿万富翁坐在铁凳上，旁边一个租西装的骗子却被全家人奉为上宾。木叶，你刚才说什么？亿万富翁？你老公是盛远集团的总裁？唐薇，我嫁了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人，然后我亲手把他赶走了。肖总，锦城商会年度晚宴的邀请函到了，新任秘书长林念初女士希望您能出席。林念初，原锦城大学经济学教授，去年辞职下海，现在是锦城商会秘书长，业内评价很高。去。肖总久仰，我是林念初。听说肖总最近经历了一些变故，消息挺灵通的。锦城就这么大。不过我今天找您不是为了八卦，商会正在筹备一个科技园项目，投资规模30亿，我想邀请盛远集团参与竞标。30亿，有意思。这是项目概况。我有个条件，竞标过程必须完全公开透明。肖总果然痛快，一言为定。萧然，沈墨白那边有动静了。他通过一个叫方慧的商业幻乐接触了木叶。方俊，锦城出了名的商业强哥，专门帮人在背后搞事情。我怀疑沈墨白想利用木叶的离婚诉讼来动摇你在公司的地位。让他搞，我倒要看看他还能翻出什么花样来。你确定？确定。排除的越多，我赢面越大。请问苏浩是住在这里吗？浩，他不在，你们找他有什么事？我们是锦城公安相关部门的，苏浩涉嫌职务侵占和商业贿赂，现在依法对他进行传唤，请配合我们的工作。不是，你们搞错了吧？他只是报销了一些费用而已。女士，虚开发票47万，索要回扣12万，涉案金额接近60万，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报销问题了，已经触犯了刑法。同志，我儿子在哪里？他目前在公司附近的咖啡馆，我们已经派人过去了。苏先生，请您配合调查，不要试图联系嫌疑人。都是萧然，都是他害的。他要是不开除浩浩，怎么会查出来？他就是报复。够了！
你还有脸提萧然？是你让人家坐铁凳子的，是你安排陈启明来替代他的，是你亲手把这个家给毁了的。你现在还要把罪名推到人家身上，报应，这都是报应。警察走了，周美兰瘫坐在地上，苏晋国扶着墙，两个人都老了10岁。窗外传来邻居家放烟花的声响。今天是5一假期的最后一天。1周后，木业在方珏的安排下召开了记者会，背景板上写着苏女士依法维权。我和萧然结婚3年，她一直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财产状况。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了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我现在正式委托律师团队对萧然提起诉讼，要求重新分割婚内财产。您要求的财产分割金额是多少？我的律师会处理具体数字，我只想讨回属于我的东西。3年的青春，3年的付出，不应该什么都没有。各位董事，萧然先生的个人事务已经严重影响了公司股价和声誉。作为副总裁，我建议暂时由我代理总裁职务，直到诉讼结束。沈总，这不合适吧？萧总只是个人离婚，跟公司运营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普通的离婚，这是涉及数12财产的诉讼。如果萧总被判隐瞒婚内财产，他的股份会被冻结，到时候公司谁来管？他们动手了。沈墨白在董事会上提议代理总裁，让他动，排除的越多，我们赢面越大。他越急，越容易露出破绽。韩东，证据准备好了吗？随时可以亮牌。萧然，所有证据都齐了，你看看。第一份，方辉的鸿运投资公司注册信息。表面上方辉是法人代表，但实际控制人是沈墨白的妻子张雅琴，所有的资金都通过张雅琴的个人大户流转。第二份，鸿运投资向木业律师团队支付500万的银行转账记录，这笔钱分3次打过去，每次都走不同的客公司，但最终都汇入了方规指定的账户。第三份，方辉和木业的通话录音文字版，一共17通电话，详细记录了方辉如何诱导木业提起诉讼的全过程。这份最重，沈墨白过去5年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关联交易清单，涉及金额超过2亿。2亿？沈墨白通过他妻子和岳母的名义控制了5家空壳公司，专门跟盛远集团做生意，采购价格高于市场价30%到50%，5年下来至少有2亿进了他自己的口袋。难怪他那么急着把我搞下去，他怕我查到这些。我们的策略很简单，在法庭上同时亮出2套证据。第一套证明你没有隐瞒财产，第二套证明沈墨白才是幕后黑手。一石二鸟。韩东，谢谢你。谢什么？你是我兄弟。现在请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我方当事人木叶女士与被告萧然先生于3年前登记结婚，婚后被告故意隐瞒其作为盛远集团总裁的真实身份及巨额财产状况，导致原告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了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我们请求法定婚姻共同财产重分判。被告人的意见。郑正版，我们认为原告所出为完全不眷，有3个原因。第一，被告的财富已经潜存在了。萧冉先是婚姻盛源集团股东和实际管理，他的股份和资产在结婚之前就已经形成，不属于婚内共同财产。反对，被告从未向原告披露过其财产状况。这就引出了我的第2点，请看这份文件，这是婚前财产协议。萧然先生在结婚前1个月就交给了木叶女士，请她签字。木叶女士当时拒绝了签字，并明确表示不需要了解被告的财产情况。那份文件我确实见过。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审判长，我方请求提交新证据。准许。我方要证明这场诉讼从头到尾都不是木叶女士本人的意愿，而是有人幕后操纵。审判长，请看第1份证据，这是鸿云投资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实际控制人张雅琴系盛远集团副总裁沈墨白先生的妻子。第2份证据，鸿云投资向木叶女士的律师团队支付了500万元的前期费用，这笔钱的用途写的是咨询费，但实际上是提起诉讼的报酬。我反对，这跟我当事人无关。审判长，请允许我播放一段录音。准许。苏女士，您只要拿到萧然10%的股份，有人愿意以2倍市场价回购，那是7个亿，足够您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那个人是谁？您不用管是谁，您只要拿到股份就行，其他的事情我来安排。审判长，我已经证明这场诉讼是沈墨白先生操纵的，木叶只是被利用的棋子。本庭将综合考虑所有证据，择日宣判。
沈墨白先生，请留下来，本庭有几个问题需要向你了解。各位媒体朋友，我是萧然先生的代理律师韩东。就近期关于萧然先生婚内隐瞒财产的指控，我方在此正式回应。首先，萧冉先生提交到了牧野1个月的协议，牧野拒绝补签，并明不需要知道。第二，萧冉公的资产都是婚之前形成，并不属于婚姻之内共财产。第三，我们已经会法定足够的证据证明，这就是申源集团先生操纵总裁。沈墨先生在过5个公属公司，通过5个进行虚假交易，涉及2亿万，相关证据已经交予司法搜有系。肖总，沈墨白已经被免职了，法务部正在配合金瞻调查。方俊呢？方俊在记者会结束后试图出境，在机场被拦下了。金瞻已经对他立案。木叶女士在法院门口等了您2个小时，说想跟您道歉。各位评审，我是盛远集团的项目代表林念初，今天由我代替肖总进行答辩。林女士，请问为什么肖总本人没有出席？因为肖总最近在处理一些个人事务，但请各位放心，我们的方案是肖总亲自制定的，我对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那请开始你们的陈述。我们的方案核心是零碳智慧园区，不同于传统的地产开发模式，我们将在园区内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同时引入智能交通系统。园区内全部采用无人驾驶接驳车，预计每年可减少碳排放12万吨，相当于种植650万棵树。投资回报周期呢？8年。但第8年之后，仅能源节省一项，每年就能产生3000万的净收益，租金回报率远高于传统园区。最后我想说一句话，科技天不只是一堆建筑，它是一个城市的未来。盛远集团愿意用最好的技术和最真诚的态度，把这个未来变成现实。谢谢大家。肖总，结果出来了，盛远集团中标了。评审团给我们的方案打了9.8分，全场最高。第2名只打了8.1分，方俊的巨达地产只打了7.2分，排名倒数第1。林秘书长那边怎么说？林秘书长说，他早就知道我们会赢。他说您的方案是所有竞标者中唯一一个真正从城市未来出发的，不是在炒地皮，是在做实事。帮我约林秘书长吃个饭。好的，肖总。一切都结束了。还有一件事，苏浩的判决下来了，职务侵占罪和商业贿赂罪数罪并罚，判了2年半。周美兰在法庭外面哭了一下午，苏建国坐在长椅上一句话都没说。木叶也去了，他站在法院门，苏浩被押上警车，一直哭。赵明，科技园项目启动后，优先招聘刑满释放人员，给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好好的判决下来了，2年半。法官说，如果退赔可以从轻，可是那些钱都被浩浩花光了，我们拿什么赔？家里就剩那点退休金，你说句话呀！你还记得3年前萧然第一次来家里吃饭吗？他提了2瓶茅台和1套护肤品，进门就喊爸喊妈。我当时还嫌他买的酒不够档次，后来每次他来都是大包小包，冰箱坏了他说买就买，手机旧了他说换就换。3年了，他从来没让我们花过1分钱。而我呢？我当着外人的面说他没出息，让他坐铁凳子，亲手把一个真心对我好的女婿赶走了，这是我们的报应。木叶，你看到新闻了吗？陈启明被逮捕了。什么罪名？合同诈骗罪和虚报注册资本罪，涉案金额2300万，律师说最少判10年。而且他在逃亡期间还涉嫌伪造身份证件罪加1等。还有，他那个保时捷是租的，百达翡丽是高仿。他在朋友圈里晒的那些豪车名表全是假的，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所以那天饭桌上全家人围着的那个人是一个骗子。而我老公，一个真正的亿万富翁，被安排坐在铁凳子上。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我不知道，我现在每天睡不着，一闭眼就想起那天饭桌上的画面。萧然站在那里，看着那张塑料凳，然后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很孤独，我当时应该拉住他的。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天你替萧然说一句话，一切都不一样？我想过，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我当时站起来说一句，妈，让萧然坐这里，我搬到旁边去，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可是你没有说。对，我没有说，因为我怕我妈生气。因为我怕得罪陈启明，因为我虚荣。大妈，您找谁？我找萧然，我是他岳母。萧总说了，不见姓苏的。
小鹿啊，妈知道错了，妈不该嫌你穷，不该让你坐铁凳子，不该安排陈启明来替代你。你对我们苏家那么好，我们是怎么对你的？浩浩被判了2年半，木叶搬出去住了，家里就剩我和你苏叔2个人，这个家里站在你当即给拆了。小鹿，你恨妈是应该的，妈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你过得好，妈走了。萧然，这封信你可能永远不会拆开，但我还是想写。我不打算求你原谅，因为我知道我不配。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想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大学图书馆，你帮我够到了最高层书架上的书；想我们第一次约会，你请我吃路边摊，你说等你有钱了一定带我去最好的餐厅；想我们领证那天，你在民政局门口对我说以后我来养你。你做到了，你真的做到了。可我没有珍惜，我怪不了我妈，怪不了陈启明，怪不了任何人。是我自己太虚荣太自私，我以为钱和面子比真心重要，结果把最真心的人弄丢了。你不用回这封信，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有人后悔了，不是因为你有钱，而是因为你值得。如果有来生，我不会再让你坐铁凳子了。肖总，科技天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启动了，第一批施工队下周进场。还有，沈墨白辞职后，副总裁的位置空出来了，董事会建议由您兼任。先不急，让赵明暂时代理，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对了，今天下午有一个行业论坛，主办方邀请您做主题演讲，主题是新商业伦理。新商业伦理就是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如何兼顾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我觉得这个主题很适合您。好，我去。演讲稿我想自己写。那我等着看。念初，谢谢你这段时间帮我，不只是项目的事。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那以后还能继续做吗？不是合作伙伴，是那种真正在乎我的人。我考虑一下。不着急，我等得起。不过肖总，下次请人吃饭的时候，记得给人家留把椅子。这次一定。走，我请你吃饭，这次保证有你的位置。那我要做主位。行，主位给你做。我忽然想起3年前的那个5·1，满桌饭菜，没有我的位置。而现在，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给我留位置的人，不是因为他知道我是盛远集团的总裁，而是因为他从来不在乎我坐什么位置。科技园项目启动后的第3天，李念初约我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见面。他今天没有穿职业装，而是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和牛仔裤。萧然，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什么事？我结过婚，5年前，前夫是锦城一个做建材生意的，身家大概几千万。结婚第2年，他公司出了问题，欠了一屁股债，我拿出所有积蓄帮他，甚至把父母的养老钱都搭进去了。然后呢？然后他拿着钱跑了，去了东南亚，到现在都没回来，留给我的是200万的债务和一张离婚协议。所以我辞职下海，拼命赚钱，3年还清了所有债务。现在我终于活过来了。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因为我理解你，你被木叶一家伤透了心，我也被我前夫伤透了心。我们都是那种对别人掏心掏肺，最后被当成傻子的人。别用那种同情的眼神看我，我告诉你这些不是为了博同情，只是想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念初，谢谢你信任我。信任是相互的，你愿意让我走进你的世界，我也愿意让你走进我的。你真的不打算回去住？回哪里？我妈现在看到我就哭，说我把家毁了。我爸整天叹气，不跟我说话，那个家已经不像家了。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找工作？我已经投了10几份简历了，有回复吗？有2家让我去面试，但是人家一查我的背景，发现我是萧然的前妻，态度就变了。有的直接说我们不招关系户，有的问我是不是来刺探商业机密的。你以前享受的那些好处，现在都变成了枷锁。是啊，以前觉得萧然没出息，现在才发现没出息的那个人是我。他养了我3年，我连一句公道话都没替他说过。你现在得从头开始。我知道，我今天去超市买了菜，自己做了饭，虽然炒糊了，但至少是我自己做的，那就好，慢慢来。唐薇，你说萧然现在过得怎么样？听说他很好，公司越做越大，还交了新女朋友，那就好，他值得更好的。各位好，今天我想讲一个故事。3年前的5·1节，我提着2瓶茅台和一套护肤品去岳母家吃饭，满桌的菜，鲍鱼、石斑、大虾全是硬菜，但是我发现桌上没有我的椅子。我的岳母指了指桌角的一张塑料凳，
让我凑合坐一下。我站在原地看着那张凳子，忽然觉得这3年的婚姻就像一个笑话。我给小舅子安排了年薪50万的工作，给岳父买最新款手机，给岳母买8000块的双开门冰箱，3年花了173万。但是我没有资格做一把正常的椅子，不是因为椅子不够，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不配。今天我想说的是，在任何关系中，尊重是最基本的底线。你可以不喜欢一个人，但你不能践踏他的尊严。商业也是如此，我们不能以牺牲人的尊严为代价去追求利润。妈，你怎么来了？浩浩，你瘦了，在里面吃得惯吗？妈，这里是看守所，不是酒店。你律师说，如果退赔可以从轻，可是那些钱……妈，别说了，我知道那些钱被我花光了。都怪我，是我让你去找萧然安排工作。如果我不那么虚荣，不嫌弃他，你就不会……妈，不怪你，怪我自己，怪我贪。姐夫给我安排了年薪50万的工作，我不满足，我以为他不会查，因为他是我姐夫。妈，你知道吗？姐夫在盛远是什么职位？总裁。对，身家几十亿的总裁。他给我安排了一个项目经理的位子，年薪50万，外面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而我不仅不感恩，还贪得无厌。我在里面想了很多。姐夫对我们苏家做的那些事儿，换作是我做不到。3年花173万养着一群看不起他的人，换了你做得到吗？所以我不恨他，我恨的是我自己。被告人陈启明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万元；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就罚金2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审判长，我方请求上诉，准许。萧然，你也来了。路过。他说：“谢谢你没有在法庭上追究他的责任。”什么话？他知道自己在诉讼里被人利用了，但他还是做了那些事。他说他不奢求你的原谅。他不用谢我。她只是一个被利用的棋子，真正该被追究的人是那些在幕后操纵一切的人。那你为什么放他一马？因为恨一个人太累了，我宁愿把精力放在值得的事情上。萧然，你变了。人总是会变的，有些弯路走过了，才知道哪条路是对的。萧然，方位交代了，他把跟沈墨白的所有交易都供出来了，包括鸿运投资的注册过程、资金流向，跟木业律师团队的接触细节。甚至还有沈汉白给他的口头指示。方俊说，沈汉白承诺事成之后给他2000万的佣金。2000万，就为了买一个总裁的位子？对，而且方俊还交代，沈汉白原本计划在科技园项目上做手脚，如果他能当上总裁，就通过虚增工程亏再捞一笔，预计金额至少5亿。5亿？他胃口真大。方慧自己呢？他会被怎么判？商业欺诈加上操纵诉讼，最少5年。但他主动交代并且提供了关键证据，可能会从轻。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觉得他不配从轻。他差点毁了我，毁了我的婚姻，毁了我的名誉，差点毁了我的公司。但是他没有毁掉你，你还在，盛远还在，而且比以前更强。随法院判吧，我不想再在这件事上花1秒钟。对了，还有一件事，木业撤诉了，他主动撤的。他说他不想再闹了。晚了，有些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被告人沈墨白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犯商业贿赂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刑11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违法所得。我曾经是锦城商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终日周旋名利场，觥筹交错，风光无限，如今却只剩一副被抽空气场的空壳。审判长，我认罪，我对不起公司，对不起股东，对不起所有人。萧然，张女士，你满意了？不满意。如果可以，我希望这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希望沈墨白还是一个正直的副总裁，我希望我的婚姻还在，我希望苏浩没有坐牢，但是这些都不可能了。你恨他吗？不恨，恨太累了。我没有回头，因为有些事回不了头。萧然，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没有去那个5亿饭局，现在会是什么样？没有。为什么？因为没有意义。发生过的事就是发生过，假设没有用。你这个人真的很理性。不是理性，是怕假设太多会让自己后悔。那你后悔吗？后悔跟木叶结婚？不后悔结婚，后悔是没有早点看清。看清有些人，你对他再好，他也把你当回事。看清有些关系，不是你付出的多就能维系。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关系值得维系？两个人都愿意给对方留一把椅子的关系，不是谁施舍谁，而是谁都觉得对方值得坐下来。你说话越来越像哲学家了。被生活逼的。萧然，我想跟你说一件事。你说。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有钱，不是因为你是什么总裁，是因为你是一个值得被好好对待的人。你经历了那么多，还是愿意相信别人，这一点我很佩服。念初现在回答我，下次吃饭主位给你做。各位来宾，3年后这里将建成锦城第一个零碳智慧园区，20栋研发大楼，5000个停车位，全部采用光伏饭店和无人驾驶接驳系统，预计创造3万个就业岗位，年产值超过200亿。肖总，盛远集团为锦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科技鱼的建设。谢谢市长。不过我想说一句题外话，请讲。3个月前，我经历了一场人生最大的变故，离婚，被诬告，公司内部有人想把我搞下台。那段时间我经常想，人这一辈子到底在追求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人这一辈子追求的不是钱，不是地位，不是面子，追求的是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前的时候，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椅子。你的演讲越来越好了。因为说的是真话。萧然，你有没有发现，你每次演讲都会提到椅子？职业病。建国他脑溢血住院了，医生说情况不太好。我知道我没资格打这个电话，但是建国他一直念叨你。他在昏迷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小鹿那孩子不知道现在过得好好。你能不能来看看他？就看他一眼。哪家医院？你愿意来？哪家医院？锦城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6楼608病房。小鹿，你来了。爸，我来看你了。建国，你听到了吗？小鹿来看你了。萧然，木叶，你也来了。来看看爸。萧然，我有件事想跟你说，我想把离婚协议重新签一下。之前的协议是你净身出户，这不公平。你虽然有钱，但那是你婚前就有的，我不应该什么都要你的。你不用这样。我知道我不用，但我想这样做，不是因为钱，是因为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我欠你的不只是钱。萧然，我放下了，不是因为不爱你了，是因为我终于明白了，爱一个人不是占有他，而是希望他过得好。你现在过得很好，我替你高兴。木叶，你也好好过。好。以前每年生日，木叶都会给我准备蛋糕和礼物。虽然他准备的礼物经常让我哭笑不得，但至少有人记得。今年我以为不会有人记得了。父母走得早，苏家已经跟我断了联系。公司里的人只知道我是老板，不知道今天是我生日。下午6点，我还在办公室加班。生日快乐！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查的，人事档案里有。你翻我人事档案？我是商会秘书长，查个人事档案还不容易吗？而且我提前1周就订好了蛋糕。什么蛋糕？巧克力慕斯。你喜欢巧克力对吧？你怎么知道？上次在咖啡厅你点了3次巧克力蛋糕，你以为我没注意？许了什么愿？不能说，说了就不灵了。萧然，以后你的每一个生日我都记得。念初，谢谢你。你一个人住？房子不大，但是很干净。这是建国让我给你的，他出院以后花了3天写的，手抖得厉害，很多字都写歪了，但是他不让我帮忙，说要自己写。小鹿，我是你爸，虽然你现在可能不认我这个爸了，
但我还是想叫你一声儿子。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让你坐了那张塑料凳。不是因为我讨厌你，是因为我虚荣。我觉得陈启明比你强，我想让木叶嫁个更好的，但我错了。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不是他有多少钱，而是他不把你当人看。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罪过。小陆，我不求你原谅，我只希望你以后过得好，找一个真心对你好的人过一辈子。如果可以，我想再叫你一声儿子。替我谢谢爸。小陆，回去照顾好爸，他需要你。你呢？你需要谁？我有人照顾。这些是木叶和我爸写的，给你的，打开看看。你上次生日我忘了送你礼物，补上。木叶以前也送过我领带，但是很丑。那我这条呢？比他那条好看100倍。那就好。